Hello， 大家好。小李哥一直在思考这一个 Vlog 系列的影片要不要来做个片头。后来想一想，毕竟我是讲装修的影片，如果我不做个片头，我怕大家不知道我后面在说什么，所以我决定在每个新工地开头的第一篇，还是做一个小片头。这一次做的工程是这1-2年来我们最常做的项目，就是把浴缸换成淋浴房。作为新系列的第一主题，给大家热热身。喜欢看小李哥介绍加拿大生活的朋友，请您一定要订阅关注我哦。好，现在就和小李哥一起走进装修施工的现场吧。这一场工作施工的范围不大，家中也还要正常的住人，所以要先做好地面的保护才能开工。有人说撕胶带的声音很疗愈，您说呢？够了，听多也是挺吓人的。拆除是同事最喜欢的 part， 他还偷偷跟我说，拆除实在是一个非常抒压的行为。有时我会有一个想法，也许有机会可以开放频道粉丝来预约来敲砖。我看你真的想太多了，不小心敲到水管你就完蛋了。在加拿大，水管的工作一定要特别仔细，不管是公寓还是独立屋，接漏了水就真的倒大霉了。接好之后还要反复的测试，如果封上了灰板才发现漏水，这时候老板就要发疯了。上周我就修了一个漏水的公寓，当然是别家装修公司做的。拍完这场的 vlog， 就来做那一场吧，这也是有好多故事可以说的。为什么我们要补这一块板子呢？因为这个浴室是要给长辈用的，要装防摔把手。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既然要做安全装备，就要补强到绝对安全。对我们来说，当然会多费一些功夫，但是人命关天，这是良心的问题。看来小李哥是真的有良心。最后固定完淋浴的水盆，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其实这时候时间还早，也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墙给顺便封了呢？但是淋浴的底座下面的水泥还没干呢。为了水平，为了稳定，怎么都不能上去踩。一样的理由，这是良心的问题。品质是自己的声誉，客户的利益。好，我们今天就先做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喽。第二天的工作是要完成淋浴水龙头及灰板的安装。一早到了客人家，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检查淋浴的底座下方水泥干了没有，踩上去有没有声音。相信有不少住在加拿大的朋友，家中的浴缸或是淋浴底座都会有一点咔吱咔吱的声音。其实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这种杂音。关于浴缸和淋浴底座有杂音的话题，之后有机会再和大家慢慢分享。我们身为第一线的人员，当然是要确保我们装好的淋浴底座平衡稳定，工程质量没有问题。首先我们要确定就是它踩上去是不是稳定，然后有没有怪声音。那我们来仔细听听哦。是两侧这种孔洞，在这中间，这个是盆孔附近。就有些客人会自己买盆，有时候自己买盆，这种盆啊，品质落差其实很大。那品质落差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买的盆啊，有些时候它的下方的支撑做不好，那就变成中间有些地方它会空洞，它会踩出声音来。
买盆可以说是个坑啦，大家必须要注意。有很多小李哥的观众都会留言问我，为什么不浇水泥做成马赛克或瓷砖的底座呢？小李哥在之前的影片中提到很多次，每一年我们总会接到不少水泥底座漏水的 case。水泥底座并不适合木头的房子，比起师傅的施工技术，这更多是材料适用性的问题。装修就像做菜，把味道不搭的食材凑在一起，任你的厨艺再好，都不会好吃的。有弹性的木屋，放上有弹性的玻璃纤维，就是耐久又防漏的保障。淋浴器有2种选择，这次客人选择的是复合式的淋浴器。这种淋浴器由中心阀门直接控制开关、冷热及水流的方向。这种阀门比较美观，上下的水流比较稳定，客户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但在安装上比较复杂。不过这种复杂也只是和分离式水阀的比较结果。在经验丰富的水工师傅面前，这种差距可以直接的忽略。在灰板方面，正常的情况下，小李哥会选用绿色的防霉灰板，因为小李哥在上完灰板之后，并不像其他师傅一样会直接上瓷砖。我会先填好灰板缝隙，再涂上2层的防水树脂。防霉灰板对防水树脂的附着力更好，做完之后也比 Tenshield 更防水。身为工地的管理人，我当然知道省工即省成本的道理，但在成品耐用程度有明显差距的前提下，多花一点时间追求客户的最大利益，就是小李哥当然的选择了。另外，北美有很多模组式的建材，像这种完全防水的壁龛结构组件，虽然价格不算低，但是可以节省工时，也可以确保防水万无一失，是一个十分不错的选择。在淋浴区施工的同时，同事已经刷完浴室的墙面，只留下一些交界的小细节，等着瓷砖做完再一起收尾。在涂完防水树脂之后，今天的工作基本上就告一个段落了，其他要等明天树脂干了才能继续。还是一句老话，施工不能贪多求快，该等的就一定要等，按部就班才是王道。你说是吗？电池有电啊，不动了，坏掉了耶，振动具坏掉了，好像马达烧掉了。第3天是比较辛苦的一天，我们的计划是把淋浴区的瓷砖铺完。以加拿大常规的施工方法来说，干湿分离的浴室，瓷砖下方直接就是灰板了。虽然我们已经在灰板的表面涂了2层的防水树脂，小李哥还是在树脂的表层用1层瓷砖水泥打底，再贴瓷砖，为灰板的防水防潮再多加1层保险。再来说说材料，这次客户选用的是24英寸正方形亮面的高密度石英砖。所谓的石英砖，就是在高温高压下煅烧的瓷砖。陶土的结构经过高温高压，会发生重组和结晶化，可以形成气泡少、硬度又高的瓷砖体。石英砖的吸水率低于1/1000，砖体基本就是不透水的。加上砖面的玻璃釉面，只要正确施工，可以确保防水性万无一失。石英砖用在淋浴区的防水背墙是最合适的材料，没有之一。石英砖的玻璃釉面大致上可以分为会反光的亮面和像磨砂玻璃一样的雾面。
大家普遍的认知是，亮面的砖比较不容易积水垢，用在墙壁比较好清洁；雾面的则是比较防滑，用在地面比较安全。不过，亮面和雾面并不影响石英砖的物理特性，其实铺在地上或是墙上都很合适。大家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在淋浴的空间内，要尽可能的减少瓷砖缝，这倒不是为了防水，主要是为了防霉。瓷砖缝的填泥，日子久了很容易发霉。选用大一点的砖，自然砖缝就会少一些，未来比较容易维护清洁。说到这里，你一定想问小李哥，如果再用更大的瓷砖，缝不就更少了吗？如果你预算够，这当然是满分的答案。但很可惜的是，瓷砖只要一旦大于24英寸见方，材料和人工的成本就会直线的飙升。所以24寸的方形砖性价比最高，这也是大多数客户的最终选择。淋浴房内的置物壁龛是在瓷砖施工上难度比较高的部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壁龛底部的瓷砖要铺成内高外低，这样才能确保不积水。虽然壁龛的基座组件100%防水，但做好排水，除了可以减少渗水的风险，也能够防止发霉，一举两得。小李哥对砖与砖之间的水平要求比较高，相信每一位屋主一定都希望砖缝平整、高低一致吧。又经过了一天，水泥已经干燥硬化，瓷砖也已经乖乖的待在墙上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填缝了。在拆除架平器之后，我们要先做好的是清洁工作。砖面及底座上面残留下来的水泥，我们都要先清洁干净。在填缝泥中，我特别加入了树脂，更进一步的确保了瓷砖的防水性。填上了颜色相近的填缝泥，瓷砖就更完美了。瓷砖的工作也就告一个段落了。瓷砖是一个粗中带细的活，在切砖的噪音、灰泥的粉尘中搬着沉重的砖，还要保持冷静，顾好每一个小细节。既然都这么不容易了，现在就请您订阅小李哥的频道，并且为我点赞、留言、分享。您的鼓励是小李哥创作的最大动力。瓷砖缝刚做完的时候是湿的，这时候不太适合再继续安装和打防水细胶，我们就等明天再继续吧。今天是计划中的完工日，最后一天我们要安装完淋浴水具及淋浴门，再打好防水细胶。最后一天的工作要求的不是要做得快，而是要做得安全仔细。因为大多数的工程都已经完成，一点点小失误都会使工期延宕。周全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安装，细心的检查，才能确保施工品质，并且准时完工。小李哥的收尾原则是，容易污染环境以及要用比较多的工具的项目先做。以今天的进度来说，安装淋浴设备及淋浴门是最先要完成的。这次屋主选的是有框的淋浴门，我们需要依照实际的现场尺寸切割金属框，也必须在砖墙上打孔。淋浴门框加上淋浴器安全杆、防摔扶手，我们总共要在砖墙上打12个洞。在灰板砖墙上打孔，最安全的方法是使用钻石砖头喷水打孔。虽然速度慢一点，但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瓷砖破裂。整个工程花了这么多心血，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打破了瓷砖，就太不值得了。在搬运强化玻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千万不可以碰到玻璃的4个角落。强化玻璃的4个角落是分子的迫害点，一旦敲到就GG了。不只是施工，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撞到哦。不过话说回来，玻璃门一旦装好，在正常使用下也不容易撞到了，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好。安装好淋浴设备及淋浴门，我们要先清洁好淋浴房，并且用吸水纸擦干所有的水分，千万不可以在有水的情况之下打防水矽胶。有水不相容的原理我们都懂，矽胶是最好的隔水材料，但反过来说，材料表面如果有水，矽胶也没办法紧密的附着上去。打完防水矽胶后，最快要等6个小时才能使用淋浴房，但最好还是经过24小时，等矽胶完全固化再使用比较好。有些客人家中浴室比较少，急着使用新浴室，一般小李哥都会建议客户做好6个小时后就可以洗澡了，但一定要过24小时才能刷洗淋浴区。做完防水矽胶，再把浴室墙面新刷的油漆做最后一次的修整。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实在很难避免磕磕碰碰。小李哥习惯在完工前都再检查一次墙面，希望交给客人最完美的作品。这个工程做到这里就正式完工了。这次的施工十分顺利，用了大约1周的时间，就把危险的浴缸换成了安全的淋浴房，还加装了安全把手，更新了浴室的墙色。虽然这次的施工过程中不幸折损了我心爱的震动具，但做装修就是这样，只要工程本身能够顺顺利利，过程中一点点的小损失就平静面对就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这一集的影片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下一集小李哥将和大家分享公寓浴缸漏水的维修案例。喜欢的朋友请您一定要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您才不会错过任何的更新哦。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